琵琶虾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知道这是哪种琵琶虾吗？你会区分公母吗？你会徒手扒出完整的虾肉吗？你知道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琵琶虾下来了啊！今天咱们就搂它。估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，它的中文正式名叫毛原扇虾，属石竹目龙虾翅目蚕虾科。大家注意了啊！毛原扇虾与九齿扇虾长得极为相似，很多人都会混淆。这里要注意区分，主要就是看它的齿。毛原扇虾的齿明显要比九齿扇虾的稍多一些。从颜色上看，九齿扇虾长得能更花花点儿。九齿就是指的这个位置，大概9个齿。毛原扇虾在琵琶虾中价格算是亲民的。我这些都是在网上买的，我这个属于土豪版的20多块钱一只，还行，不算太贵。那么这个虾都有哪些有意思的特点啊？好不好吃呀？都哪里不能吃呀？本期视频我给你好好的跑一跑。我敢说有很多的细节你们第一次见到。开张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，它一共有2对触角，这是一对，还有一对在这呢。这2个能活动的部位就是它的第2对触角，长得又扁又宽，没有像龙虾一样长长的触角边。它的眼睛可以自由的隐藏在壳里，身上有6块坚硬的铠甲，但尾部却很柔软。它没有龙虾一样的鳌足，6个腿都是步足，其中第一对步足发育成了颚足，变成了它的嘴丫子。最后一对步足特殊，是带钩的，腹部长有4对痈足，从前往后一对比一对小。这是它的小屁屁，中间有2块壳板，是对拉门的结构。重点来了，皮皮虾每个人都会区分公母吧？但琵琶虾你们就未必会了。来，让你们猜一猜，这2只你们觉得哪只是公，哪只是母？区分公母2个部位能看出来。一看痈足，母虾的痈足要比公虾的大一圈。2看生殖孔，母虾的生殖孔在第3对步足的基部，这2个小点就是母虾的生殖孔，而公虾的生殖孔在最后一对步足的基部。公虾的生殖孔要比母虾的大很多。虽然没有加油枪，但此处无枪胜有枪，一样可以完成公虾的使命。我跟你讲卖琵琶虾的它都是公母混着卖，你不是会区分公母了吗？你就挑母虾买。公母都一个价，为啥不挑母的呀？卖虾的他都未必会区分。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。打开天灵盖，透明的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心脏，大寒之物不能吃。头部2侧是它的鳃，你看这里都是泥沙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橘红色的部位就是它的卵巢。我去，这只家好肥满籽儿，太有食欲了。这个我一会儿得给它照了。来，注意看见这根透明的管子没？这就是母虾的输卵管，直接开口于第3对步足的基部，卵就是从这里排出来的。教你们一招，要想挑出满籽的虾，就选这种痈足毛长的，越长了越好。这个黄色的部位是它的干胰腺，味道非常的 nice。我们再看看它的胃，说到胃，让你们看看这只。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，给我吓一激灵，我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寄生怪物，还长在嘴里。后来我一研究，这是它的胃。至于是怎么从嘴里出来的，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。哪位小伙伴物理学得好，帮忙解释一下呗。其实这是2个胃，白色长牙的部位是贲门胃，这3颗牙叫做胃膜，主要负责研磨食物。这个结构和大闸蟹胃里的法海很相似，法海就是胃膜组成的。贲门胃后面这个大球就是幽门胃，是正经的消化胃，胃里面都有很多未消化完的食物不能吃。往这儿看，在胃囊的2侧长有一对触角线，也称之为滤线，就是它的大腰子，排毒排尿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位置是它的大脑，有很多的神经节。最后别忘了把它的肠线薅出来，里面有很多的粑粑，不能吃。我们再看一下公虾的精巢，打开天灵盖，看见有2条白色条状的部位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精巢。精巢连接的输精管，输精管的末端膨大，形成储精囊，直接开口于最后一对步足的基部，精华之物，味道那叫一个地道。问：要想徒手扒出完整的虾肉，总共分几步？答：3步。第1步，把脑瓜壳子掰开。第2步，把肋巴扇啪啪啪摁碎。第3步，把外壳挣开。程序别乱，最后一抽，看见没？连着长线就都下来了。看这柚子 QQ 弹弹，白白嫩嫩。来，粉丝先吃，尝一下味道啊！是哎呦，味道老逼了啊！柚子极为鲜嫩，
口感相当弹牙。就这个玩意儿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搂个几十个，一点问题没有啊！哎我，哎，这个带籽的，我去，尝这个啊，蛮高的。它这个籽哈、特别的糯啊，它不像那个河蟹的那个籽硬嘛，它的籽一咬细暄细暄的，它的出肉率还是很高的。哎呀，那个长线，长线拿掉啊，一点都不硬啊，我感觉比龙虾要好吃，龙虾的甜度没有它高，绝了啊！尝一个吃真的，整个灶，蘸点芥末酱油，吃，老爽了啊！清甜爽口，你要是跟龙虾放一块儿哈，根本就尝不出来。做总结啊，我个人认为毛远三虾的性价比相当高啊，20多块钱一个，出油率还那么高，你要买个龙虾多贵啊，一只澳龙1000多啊，谁能吃起？而且口味你根本就吃不出来。强烈建议啊，没吃过的小伙伴可以尝试尝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，想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，关注老郭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泥螺每个人都爱吃，但无论你处理的多干净，咬上一口还是会爆你一口泥沙，那是你吃的部位不对。那么泥螺究竟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？看完本期视频，解答你们的疑惑。探秘海洋生物，解锁海鲜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你们期待的泥螺今天正式上线，又是费我眼珠子的一期视频呐。说起泥螺啊，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生物。它的结构并不简单，相当的复杂。古人称吐铁，用吐舌含沙、沙黑如铁的词句来形容它的特点。那么泥螺怎么吃才能不牙碜？哎，它究竟有没有毒呀？帮老郭点点赞！我今天呢正经八经的给大家好好解剖解剖，探其究竟，肯定会颠覆你们对泥螺的认知。开整。泥螺属腹足纲后鳃亚纲头盾目阿地螺科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：贝壳呈卵圆形，卷曲状，无眼，表面有很多的环纹和纵纹，黄褐色，壳很薄，非常的脆，一碰就会碎。它的腹足很有特点，明显能看到被分成2个层次，上部分为头，称为头盘。注意看，腹足的两侧会反转过来，覆盖壳的一部分，也被称之为侧足。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泥沙流入到体腔中。来，有多少人认为这个部位是它的腹足？出来打卡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这个部位我一会儿会讲到。泥螺没有触角，但是有眼睛，可是眼睛已经退化成了眼点，眼点就埋在头盘的皮肤组织中，右眼是看不到的。嘴在这个位置，没有单独的口器，只是一个简单的口裂，内部有齿舌，小屁屁开口于后端。如果嘴称之为口裂，那么小屁屁就称之为肛裂。我指的肛裂是一种形态，并不是你们认为的肛裂。整个腹足看上去就像一只大拖鞋，是我们主要的使用部位，一旦受到刺激就会聚灵成一个球。腹足的肌肉组织结构和猫眼螺很类似，都是由结缔组织和无数的有韧性的吸水筋膜小管组成，是海绵体结构。这种结构遇到高温就会迅速脱水，就抽巴了，组织密度就会增加，口感就会发梗。所以泥螺一般都不做熟制，而采用生腌的制作方法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泥螺的内部结构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先把头盘打开，神秘之物都在里面呢。仔细看，这块有个红色的部位，就是它的胃囊。这个胃囊的结构相当特殊，里面长有3块角质的骨板，分别是左侧板、右侧板和腹板，非常的坚硬。放大看就是这个样子，看着像个鸡头。胃板的作用就是将粗颗粒的泥沙磨碎，要不然不好拉呀。很多人在吃泥螺的时候会有硌牙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胃囊没有摘掉，而且胃囊里面会有很多的泥沙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下方连接着小肠，小肠里面同样会有很多的泥沙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在胃囊的上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叫嗉囊，俗称沙袋泥精。嗉囊的上方连接的管子就是齿舌，你看这里面全是泥沙。我告诉你啊，嗉囊的泥沙是吐不干净的，
这就是为什么你洗得再干净，咬上一口还是会爆你一口泥沙的原因所在。所以我们在吃泥螺的时候，必须把整个消化系统全部摘掉，要不然吃到肚里很容易噗噗。来，往这儿看，你们盲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仔细看，在头上还长了一个刺儿。很多人说这是它的加油枪，那你们只猜对了一半。这个玩意儿叫刺激器，这根刺儿叫刺激器小钩，是角质结构，给你们放大看一眼。除了大钩，还有小钩。刺激器是泥螺独有的交配器官，不用我多讲了吧？你们懂得。光有刺激器还不行，还必须配合真正的加油枪才能完成交配。加油枪的结构也是泥螺独有的，在这儿呢啊，它俩是共用一口的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枪套，真正的枪在里面呢，就是这种结构。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到？大家一定要把持住格局哈！我尽量的讲细点，因为有不少的生物学子在看。我这可是正经科普。泥螺在交配时会两两相依，或三个一帮，相互靠拢，头尾呼应，在原地做旋转动作，然后其中一个会先伸出来刺激器，露出小钩，刺激对方，另一个也会回敬的刺激对方。当他们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后，便会滋溜伸出加油枪，互相交配。交配完毕后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刺激器后面絮状的东西叫射护腺，也就是前列腺。刺激器、前列腺和加油枪都是可以吃的，口感哏啾，非常鲜溜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放心的吃，吃了刺激器的小钩不会勾住你的嘴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泥螺的尾部，先把外壳去掉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外套膜，泥螺的外套膜结构特殊，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较薄的膜，起到保护内脏的作用，开口处在右侧，另一部分变成了肥厚的叶片状，其中的一部分会向上翻转，覆盖贝壳的后部，称之为外套叶。大家看，头部、侧足加上外套叶，会360度无死角的保护住外壳，这就弥补了因壳小不能保护住内脏的缺陷。很多人会把外套叶当成泥螺的辅足，不是啊，是外套膜的一部分。打开外套膜，靠内脏团右侧的位置呈絮状的部位是它的鳃。重点来了，泥螺的鳃在发育过程中再行逆转，鳃是长在心脏的后端，而大部分螺类鳃是长在心脏的前端的。此处大家用笔记好，考试有可能会考啊。这个位置就是微心腔，里面有颗小心脏，心脏由左边的心室和右边的心耳组成。大寒之物不能吃，鳃是过滤和呼吸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靠近鳃的左侧就是它的大腰子，也就是肾脏，排毒和过滤毒素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根白色的管子是它的大肠，里面有很多的泥沙，不能吃。大肠的左侧就是肝脏，我要重点说一下肝脏，大家听好。泥螺的肝脏是有毒的，含有一种感光毒素，属光致敏毒素类，叫脱美叶绿素，主要来源于藻类、青苔等叶绿素衍生物的分解产物。这种毒素具有光化活性，体质弱的人吃了以后，皮肤暴露在阳光中，该物质会促使人体内的组氨酸、酪氨酸和色氨酸等氨化合物的产生，从而会引起皮肤过敏，会起一些小疹疹，非常的刺挠。所以泥螺的肝脏不能吃，但如果你的免疫力强，像我这种20多岁的大小伙子吃了也无妨。注意看，在肝脏中还伴生着这些黄色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是它的生殖腺。关键点又来了，泥螺为雌雄同体，行的是一体受精，所以生殖腺又称两性腺，卵巢包围在两性腺的四周，精巢会夹在两性腺的中间。这根白色的管子叫两性管，负责输送精卵细胞。两性腺乃精华之物，吃不吃你们定。往这儿看，这个黄色的部位叫产卵腺，产卵腺的作用就是将成熟的卵子缠绕起来，连接成串，便于附着。我们在赶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透明的圆球，这就是泥螺的卵群。产卵腺也是我们的主要食用部位，味道嘎嘎香。做总结，泥螺能吃的部位就是腹足、头盘、外套叶、产卵腺、前列腺、刺激器、加油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帮老郭点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